欢迎您收看澳洲麦克讲税法第68讲新冠疫情 JobKeeper 留职补贴。大家好，我是澳洲麦克讲税法的麦克。今天跟大家聊的哈，就是最近大家都会听到的一个词，叫做 JobKeeper。好，之前我们有讲到 Job Seeker， 今天只是讲 JobKeeper。好，这个 JobKeeper 的话是在2020年的4月8日立的法。好，这个整个的经济补助的话是1300亿的经济补助。那这个补贴是什么呢？然后有很多的新闻啊，然后大家也看了很多的东西，所以我在这里的话系统的跟大家讲一下，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好吧？那我们先说了哈，具体这个 JobKeeper 是什么？这个 JobKeeper 的话是给符合条件的这个澳洲企业，也可以说是雇主哈，也可以说是一个机构哈，它在2020年的3月1日或之后哈，有继续在雇佣一些符合条件的雇员哈，这两个符合条件我在后面都会说到。OK， 并且哈是在2020年的3月3日到2020年的9月27日是有支付给员工至少1500澳元的一个工资，而且这个是税前的工资。OK， 如果你都做到了这些，该企业可能会将从 ATO 这边拿到每2周的1500澳元的 JobKeeper 补贴。然后你拿的这个补贴干嘛？是给员工的 ，OK， 就是说你作为一个雇主，你拿到这个钱，你一定要保证是给雇员有发这个1500澳元的这个工资，你才能拿到这个1500澳元的这个补贴，好吧？那到底最终每个企业每2周可以拿到多少钱呢 ？OK， 每2周的话，它是可以拿到1500澳元，所以我刚才说了啊，我们打个比喻，如果是你有10个员工是符合条件的，那每2周你可以拿到的话，总补贴就是15000澳元。OK， 那每一个员工如果符合条件，最多我可以拿多少呢？可以拿到19500澳元。那怎么得来的？就是每2周你拿的1500澳元，一共是有13次2周，是从2020年的3月30日到2020年的9月27日，这一共有13次2周，也就是26周，好吧？然后乘以一个11500澳元，那就等于19500澳元的一个 JobKeeper 补贴。OK， 另外一个大家问的很多的就是关于是我如果是自雇哈，比如像你是个人经营 sole trader， 或者是 partnership 好，就是合作经营，或者是信托好，叫 trust。或者是公司好，叫 company， 这些企业的话也是可以去申请的，即使你是没有雇员的，你是也可以是去申请的，好吧？所以这个是大致的这个 JobKeeper。那我们重点会讲一下这个符合条件的这个企业。那符合条件的企业在这一次的经济补助里面的话，其实税务局给的或者是政府给的这个条件其实没有那么难。OK， 因为我们有3种企业，好，第一种企业的话，它是那种慈善机构，所以我说企业或者机构嘛，那慈善机构，而且这个慈善机构必须要注册在 ACNC， 好，全称叫做 Australian Charities and Not-for-Profit Commission。OK， 必须是注册的慈善机构啊，这样的话，你的这个营业额如果下降了15%，你就满足这个 JobKeeper 的条件。这个是对于符合条件的这个机构来说，它没有营业额的要求。OK， 下面2种企业的话是有营业额的，就一个标准来确定。OK， 这个营业额的标准最主要是看你的营业额下降了有多少。OK， 有2种。一种的话是你的企业是那个营业额年营业额是在10亿澳元以下的，好，这样的这个企业，你只是需要证明你的企业的这个营业额下降了30%。OK， 那我重点下说，刚才说下降，那怎么比较这个下降？是用企业营业收入今年的营业收入跟去年的同期来比较，是否下降了30%？或者是我刚刚说的这个慈善机构下降了15%。那如果你的营业额是在10亿澳元或者以上呢，那你的企业的营业额必须比去年的同期下降了50%以上。
好才可以，好50%或者是50%以上，你才可以满足拿到这个 JobKeeper 的这个补贴。好，也就是说，其实他们对于营业额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标准来给你制定，但是呢，它对于下降了多少的营业额收入，它其实是有标准的。OK， 然后呢，另外的话，我要讲一下，就是说也有不包括的企业，好，但是这些不包括的企业，基本上对大部分在澳大利亚开公司做生意的人的话，应该没有关系。但是我还是这边提一下，就是说这个是不包括了澳洲的政府部门，哈，或者是海外的政府部门，或者是这些政府部门拥有的这些企业也是不包括在里面的。然后一些公司它正在被清算，好，英文我们叫做 in liquidation， 啊，这些公司是不包括在里面的。如果是你已经申请了破产，啊，叫做 in bankruptcy， 好的个人经营啊，或者是合作经营，或者是信托，好，这些企业的是不能去申请的。其实也能理解，因为这些公司你都要关了，为什么还要去申请这个 JobKeeper 补贴？所以这些人是不能申请的。还有的话就是说，你如果有收到政府的其他补助，并要求你不能申请这个 JobKeeper 补贴的话，你也不能申请。好。还有一个就是跟大家也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就是说一个企业如果必须是不收到这个大型企业的这个银行税的要求，如果你有收到这个银行税的这个要求，大型银行税的要求的话，叫做 Major Bank Levy， 那你也是不能申请的。那基本上的话，这个是关于4大银行可能才不满足这样的这个要求，所以大部分的企业其实都是满足要求的。然后另外的话，我们再说一下营业额收入哈。营业收入的话，这一块的话是一定要把你的相关企业的营业收入加在一起。一般来说的话，简单来说的话，就是这些什么样的企业，就是你在其他的企业持有至少40%以上的股份的企业的营业收入，你要加在一起来计算你是否是在10亿澳元以下，还是10亿澳元或者是以上。好，来评判你到底用30%还是50%。那在后面我讲的话，因为大部分的企业都是在10亿澳元以下，所以我以30%的案例来跟大家讲解一下，怎么样可以去符合条件，或者是说你后面的有哪些符合条件的员工可以去申请，好吧？然后后面的话，我就会讲一下这个关于营业额收入下降审核的一个标准，因为在税务局给出的这个信息其实蛮复杂的，要去读这个英文的话，所以的话，我通过在这个税务局在4月20日公布的这些所有的信息，我以更简化的形式跟大家去讲一下。这个测试哈，一共有6次的测试 ，OK。但是呢，不是说你每一次测试你都要去测试，你只要是测试的第一次测试你满足了，那你未来的6个月的补贴你就可以拿到。但是你第一次测试不满足，你就看第二次测试。好，第二次测试也不满足，就第三次测试。所以以此类推，一共有6次测试。所以你不用担心，你第一次测试你是不能满足它的 JobKeeper， 但是你可以在第二次测试看你是否满足。但是在第二次测试的时候，你拿的补贴就会减少，好吧？然后我们先说一下第一次测试，因为是大家现在最关心的话题，因为现在是今天是4月21日，我在录这个视频。啊，然后呢，现在你就可以看一下，就是3选1。好，第一次测试3选1怎么选择？就是说你可以看你3月份，只看那1月份哈，不是3月份这个季度，是3月份，2020年的3月份和2019年的3月份的这个收入做一个比较，你是否的营业额收入下降了30%？如果下降了30%，那你后面6个月的补贴你都可以拿得到。好，如果你这个不满足，你就看4月份。3选1嘛，那2020年的4月份和2019年的4月份比较一下，只是那1个月的营业收入，你是否降低了30%或者以上？如果你满足了，那你就也可以满足了未来6个月的补贴。如果你不满足，那你还有一个选择，就是预估你2020年4月份到6月份的这个营业收入是否比你2019年4月份到6月份的这个营业收入下降了30%或者以上？那这个是有预估，
好，你有可能预估的错，也有可能预估对，所以这个东西所以税务局的话，它是给了还蛮多的一个选择，给你选择，如果你满足其中的3种条件的其中一个，你就可以满足后面的这个补贴。好，如果你满足了的话，其中的这第1次测试，那你就可以满足大概13次的2周的补贴，也就是从2020年3月30日到2020年的9月27日，你都可以满足你付给工资的这个钱。那也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你每一个员工你可以拿到19500，好吧？如果第1次测试你不满足，那没关系，我们就看第2次，那我们就是看5月份。好，同样的今年的5月份和去年的5月份，或者你可以看今年的4到6月份的这个季度和去年4到6月份的这个季度，来比较一下是否你的营业收入降低了30%或者以上。那如果你在这个第2次测试你满足了，但是你拿到的补贴就会减少，因为第1次测试的这个第1次你拿到就拿不到了，所以会降低的只有11次的2周的补贴你可以拿得到。好，以此类推，就是第3次和第4次就分别会是在6月份和7月份去比较。唯一第3次稍微不一样，因为第3次你可以看6月份的比较和4到6的比较，但是第4次的话就得看7月份。那7月份就的一个选择和还有一个7到9了。好，就不看4到6了，因为6月份已经结束了。第3次测试你如果满足的话，你大概可以拿9次的2周的补贴。但是你第3次不满足，你就看第4次。那第4次的测试，好，那你就看7月份和到7到9的。那如果你满足的话，你大概可以拿到7次的2周的这个补贴。好吧，那我们在最后再说一下第5次和第6次。第5次和第6次同样的，你就第5次是看8月份和去年的8月份，第6次就看9月份和去年的9月份。同时，你有选择可以看1个季度的，也就是7月份到9月份这个季度的这个今年和去年的营业收入的比较是否下降了30%或者以上。那第5次的测试你通过的话，你就可以拿5次，大概5次的2周的补贴。第6次你通过的话是拿的最少的啊，因为你是最晚被受到这个疫情的影响，那你只能拿到2次的2周的补贴，好吧？那这个的话就是说，你每一个测试你在做完了以后的话，那你就可以拿到后面所有的补贴。但是你一旦不满足，那你可能就只有看第2个测试，一共6个测试。好，那营业收入的话，它是基本上包含了大部分的收入，但是我这边要重点在计算营业收入的时候，重点强调一下，有些收入是不包括在计算的公司里面是否下降了30%或者以上。那不包括的收入的话，有一个叫做 input tax supply。好，这个是特定的一个术语哈，它大部分的这个收入是包括什么呢？比如像你的借贷收入、你的买卖股票的收入，还有租金收入，或者是你的旧房出售的这些收入啊，这些收入就有一点像那种感觉投资的收入，对吧？然后这些收入的话，就是还有一个金融收入，它是不包括在这个收入计算。如果你有这些收入，你全部的收入都是这些收入，那也就是证明你没有任何的标准可以审核你的收入是有下降的，所以你基本上就不满足这个条件。还有包括海外的收入，如果你的在澳大利亚有经营，然后你的海外也有经营，那海外经营的这个收入下降是不包括在这个收入下降的这个审核标准里面的。那另外一个大家要注意的话，就是 GST。如果你的收入是你拿到，比如像餐馆，你拿到这个收入，那你这个 GST 要去掉以后的这个收入，来跟你的去年的收入做比较。那去年的收入你也得把 GST 给去掉，来计算这个收入，不是含 GST 的收入来进行比较，好吧？那很多人也有可能在问，好，是说，那我如果没有去年的收入做比较，比如像我是10月份才开的一个这个公司，就是19年10月份，那我怎么去做比较？现在税务局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公布任何的关于这个测试的标准。我刚刚说的这个测试标准是一种基本测试标准，那税务局叫做 basic test， 然后它还有一个就是说其他选择性的一个标准的测试标准，叫做 alternative test， 但它现在还没有公布。但是呢，我还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
财务部长他有公布一些信息，他说你可以用再从比如像是19年10月份到2020年3月份，你的这个收入的平均值，这个平均值的这个每个月的收入跟你的4月份的收入做比较，看你是否有下降30%或者以上，它也可能是允许的。但是最终我们可能还是要等一下税务局最后公布它还有哪些测试的方法，对于就是新开的一些公司，我们怎么去测试，好吧？然后呢，希望如果它这个出来以后，它如果比较复杂，或者还有很多的信息可以跟大家分享，我到时候也可以单独做一个视频给大家分享一下。如果有很多人是最近才开的公司，然后我们说了这个符合条件的这个企业，那我们现在的话要说一下符合条件的雇员有哪些。那符合条件的雇员有4个条件，我们需要去满足。OK， 第一个条件就是2020年的3月1日的一个条件。那在2020年3月1日的话，你要满足几个事情。第一个，你是需要与符合条件的雇主仍存在着雇佣的关系，你一定要被雇，好吧？然后你不能是说你3月1日以后才被雇的，那这个是不行的。第二，你要满足你是满了16岁或者以上。第三，你是持有公民或者永居或者是几类的特别的签证。那这个基本上我们看了一下，就是主要是新西兰公民针对于。好，第4个就是被认定为税务居民。我在澳洲麦克讲税法的第1期也有讲过，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去看一下。好，第5个就是关于是你必须是全职或者是兼职，但是如果你是长期的临时工也是可以的。怎么定期这个长期临时工呢？税务局给出的是说，你至少要被雇佣1年以上，超过1年，而且是你比较是平时都有去的不是说你可能1年就去过2-3次，这个可能还不叫长期的那个临时工。这是第一个条件，也就是3月1日你要满足的。第二个条件就是说，你需要提供一个提名通知，我们叫做那个税务局叫做 nomination notice。好，你要给符合条件的雇主，并声明自己有几样事情你要声明。好，就是对于雇员来说，那你对于雇主来说，你也必须要检查雇员是不是符合这些条件。第一个，他要声明他是符合我们刚刚说的条件1，就是3月1日时候要满足这个条件，并愿意被雇主提名申请 Job Keeper 的补贴。就雇主和雇员两方都得同意。第二点，如果自己是长期临时工，如果你是全职或者兼职，那没有关系。但是如果你是自己是长期临时工，你一定要确保并不是其他雇主的全职和兼职。好吧，第3点就是你没有提供提名通知给其他的雇主领取 Job Keeper 的补贴，你不能两边都拿 Job Keeper 补贴，你只能是通过一个雇主去拿，所以他一定要让你去做这个声明。第3条就是你一定要被雇佣。你不能说我3月1日被雇佣了，后面就可以不用被雇佣了。但是你在之后你拿就是雇主帮你去拿这个 Job Keeper 补贴的时候，一定要保证你是被雇的，而且是持续被雇。特别是从3月30日到9月27日，你的雇主要帮你去拿 Job Keeper 补贴的时候，你一定要是被这个雇主雇佣的。第4条就是说，雇员是不可以领取有几样东西，你如果在领取这些其他的补贴津贴的时候的话，你 Job Keeper 补贴也是拿不到的。雇员一定不能领取一个叫做带薪产假的一个津贴，叫做 Parental Leave Pay，或者是父亲和伴侣的一个津贴，叫做 Dad and Partner Pay。OK， 第2种津贴他不能领取，就是工伤赔偿金。而且他是不能继续工作的那一种赔偿金，如果他有领取的话 ，Job Keeper 补贴就拿不到。但是有些人说，我拿了这个，但是我可能拿到几个月以后我就停掉了。可以，你停掉了以后的话，你可以跟你的雇主说，我现在停掉了，我现在其他的条件我都满足了，你能不能雇佣我，然后我去拿这个 Job Keeper 补贴，这个也是可以的。好吧。
然后后面的话就是说，另外的话，很多人也有问到，是说我在2020年3月1日，好，我是被雇了的，但是呢，因为疫情的原因，雇主把我给停职了或者停薪了，没有让我去工作了，那我能不能再回去找到雇主呢？是可以的，好，一定要确保3月1日那一天或者之前你是被雇了，你才可以重新返回这个雇主，看能不能被雇佣。OK， 那我们说了符合条件的企业和符合条件的这个雇员，那我们看一下3个例子哈。那这个例子怎么样是说这个关于雇主哈，主要是关于雇主。雇主这边的话，领取的这个补贴，对于雇员这边的养老金啊、代扣税啊，或者是他的这个补贴的这种形式到底是怎么样？我们用3个例子跟大家讲一下哈。第一个例子我们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如果你平时给这个员工的实际工资是3000澳元。那你雇主需要继续支付3000澳元给雇员 ，OK？ 那你需要补吗？不需要补任何的钱。那后面的几个例子可能你需要去补钱 ，OK？ 养老金的话，就按照3000澳元的乘以9.5%算出养老金就是285澳元。好，是养老金。那雇主可以领取的这个补贴就是1500澳元。那补贴后的工资就是1500澳元，也就是说，工资补贴的比例大概是50%，也就是政府帮你掏了50%的钱，帮你去雇这个员工。好，这个就是为什么这个 job keeper 叫 job keeper。就是说，帮雇主去保留你的员工，然后而给你发的一个额外的一个津贴，让你可以继续的雇佣你的雇员，好吧？我们第2个例子讲一下，就是你的实际工资可能是1000澳元，好，每2周，然后呢，但是你需要给你的雇员去支付1500，那为什么呢？就是你可能是为了拿这个 job keeper 的补贴。好，也就是你为了平时你给1000澳元，但是你需要再补500澳元，你才可以拿到这个1500澳元。如果你不补这个钱，那你这个1500澳元的 job keeper 补贴就拿不到。那很多人在问，那我养老金是按照1500澳元来计算，还是我按照1000澳元？税务局这边公布的是说，你企业可以选择用你实际发的工资来计算养老金，也就是1000澳元，那就是95澳元。但是他说，你也可以用1500来计算，这个是企业给自己的，可以去做选择，好吧？那这个例子我就是放了95澳币，就是按照1000澳元的实际工资来计算的。那雇主的补贴就是1500啊，你付了1500，然后补贴1500，也就是你补贴后的工资金额基本上是0。那政府基本上是100%的帮你付的这个工资。好，那还有一种情况，很多人也在问。说我的这个企业没法做生意了，因为政府已经不让我做了。我们打个比方，就是那个电影院啊，他不让你上班了，那怎么办？是不是他不上班我就不能领取这个 job keeper 补贴？不是的，就是说，如果你因为疫情的这个原因，你没法开店，你也没法去经营，但是你愿意维持了这个雇主和雇员的关系。你想帮助你的雇员去拿这个 job keeper 补贴，即使他没有工作，你也是可以申请的，但是你得符合刚刚我说的那些条件。那如果这种情况的话，那就是他实际的工资是0，就没有给他发工资，但是呢，雇主就需要给他补1500澳元的这个钱。好，就跟刚才我说的理由是一样的。然后呢，所以就是对于雇主来说的话，他需要多支付的工资是1500，平时你不需要付嘛，所以是0。但是呢，你为了拿 job keeper 补贴，所以你要付够这个1500澳元。那这个养老金是多少呢？养老金的话，你就看一下你的实际的工资是多少。实际工资他没有来上班是0，那养老金也就是0。好，那雇主的补贴就是1500，那补贴后的工资金额，你对于雇主来说没有掏任何额外的钱。那工资的补贴的比例就是100%政府帮你掏的钱。那这边我要强调的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说了那么多的1500啊，那1500是税前的工资，那你需要把代扣税这个税给扣完了以后，再付给员工的工资。那根据在澳大利亚现在的这个税法来说，就对于个人你只有1份工，
而且你是税务居民，哈，满足其他的条件，那你的代扣税应该是对于1500来说，应该是192澳元。好，然后呢，你真正要付到员工手上的钱是1308澳元，好，不是1500，因为这个是税前的工资。好，另外我刚刚说了，养老金这一块，一定你是按照一个实际工资，但是你也可以选择用1500澳元来计算了。如果你是非常想帮助这个员工付一些养老金的话，这个是你自己的一个选择。然后我刚刚说的这么多，我用一个简单的图跟大家说一下一个步骤哈。这个步骤的话，就是我分了大概4个步骤，好，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最后你怎么样去领取这个补贴。第一步我刚刚讲了，一定要审核你自己作为一个雇主是否符合条件。那最重要的就是看你的营业额相比去年的同期是否下降了30%。那这个是对年营业收入的有10亿以下的这个企业来评判的一个标准。第二步，那你就要看一下你是否有这些符合条件的这个雇员。好，那备注11我有写到，就是关于你一定，我就是说，一定要做一个叫做这个 Single Touch Payroll， 也就是中文翻译过来就是工资即时申报系统。我在之前的澳洲麦克缴税法也有讲到过关于这个系统，所以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翻阅看一下。这样的话，你做了以后是帮助税务局帮你去审核你是否满足这个条件。这样的话，这样你拿到这个补贴可能会更快。所以的话，我建议大家开始一定要用这个叫做 Single Touch Payroll 的这个系统。好。第3步的话，就是说你一定就是你满足的这前面2个，那第3步的话，你就是要在税务局去注册和申请，它叫 Enroll and Apply。OK， 昨天4月20日是开始的这个 Enrollment 啊，就是这个可以开始注册了，所以大家还没有注册的可以开始注册。那注册在哪里注册呢？可以到你的 MyGov 的端口里面有一个叫做 Business Portal。好，你可以在那里面去做你的这个注册。好，注册完了以后的话，应该它公布的应该是在5月3日还是4日，它会开始让你可以去开始申请。当然了，你对这个看了这个视频以后，你觉得特别麻烦，你可以找你的税务代理或者会计师帮你去做所有的注册申请。最主要的是审核你是否满足所有的这个条件，好吧？第4步就是确保你一定要付够你员工符合条件员工的工资是1500澳元或者是以上，好，这个是税前的。如果你没有付到那么多钱，你一定要在4月30日就第一次拿补贴的时候的就是在4月份嘛。那4月30日之前，你一定要把这个钱给补上。如果你只付了1000澳元每2周，那你就要再补这个500澳元。好，给这个员工，你可能到5月份的时候才可以拿得到。然后我们刚刚说了，这个全是关于雇主有员工的。那关于自雇呢，我刚刚说了自雇也是可以满足的，但是里面也是有条件的。那我这边的话也把它归纳成4个条件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条件的话，就是营业额收入是跟前面是一样的。好，这个自雇的话，必须要是说你比去年的同期是下降了至少30%。好，而且你是保持了继续积极的在经营你的生意，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也是有2020年3月1日的一个条件。那在这一天的话，你一定是已满了16岁或者以上。是有持有公民或者是永居身份或者几类特别的签证。好，这主要针对于新西兰公民而且是被认定为税务居民。第3个条件的话，就是这个雇佣关系的条件。那说雇佣关系，我是自雇OK， 所以雇佣关系你一定要确保你不是其他雇主的长期员工。好，这个非常的好。比如像长期员工，你是全职或者兼职，如果你有其他的工资，你还经营一个这个小生意，你可能就是不满足了。好，第二个就是你不会从其他的雇主
或者是其他的生意去获取这个 Job Keeper 的补贴，因为有些小生意它会有2个小生意，所以你不能是说2个小生意，一个生意我申请一个，另外一个生意申请一个，这是不可以的，一个人只能申请一个 Job Keeper 补贴。第4个条件就是在2020年的3月12日或者之前是有 ABN 的，也就是说你不能兴起一个这个生意，然后说我要开始拿这个 Job Keeper 的补贴，这个是不行的。并且你要完成几个税务申报的一个标准，你满足其中的一个就是第一个就是申报了2019年，就18到19财年的这个税表，并且是有申报收入的。第二，你如果满足这个条件，那你就满足第4条。如果你没有满足，你就看第2条，就是说申报了有关2018年7月1日到2020年的3月12日的一些报表，然后并且是有营业收入的，这样的话你才满足了第4条。那你这4条都满足了话，那你作为一个自雇，你才有权去注册并申请这个 Job Keeper 的补贴。同样的情况，你作为一个自雇，你有 ABN， 你就可以到这个政府的一个 Business Portal去做这个注册并申请。当然了，你也可以找你自己的会计师或者是税务代理进行这个申请。那你在申请的时候，他可能会需要你提供你的 ABN， 就是你的生意的经营号，还有就是说认定的这个需要去领 Job Keeper 人的税号，并声明一下你的生意经营状况是否符合条件，好吧？我们刚刚说了有几种形式的自雇，一个是个人经营，一个合伙经营，还有信托，还有有限责任制公司。但是对于这几类形式你作为一个自雇，你如果没有给自己发工资，那你只能选择一个人去领取。作为个人经营是比较简单，那个人经营就是个人持有 ABN， 那就可以每2周拿到1500澳元，这个是在你符合条件的情况下。作为合伙经营的话，它就是这么说的，合伙经营里面合伙人只能一个人去领取这个1500澳元每2周。如果你是2个人合伙，那你只能一个人；3个人合伙也只能一个人；你就算10个人合伙也只能一个人，好吧？信托这边的话也是只能认定一个受益人去领取这个1500澳元。但是如果你的这个信托你在里面是受益人，同时你也是一个雇员，也就是你之前一直在给自己发工资，如果这个信托的生意收入剩下还有利润，你再分红给自己，那你就可以用上面我说的关于雇主和雇员的关系。因为虽然是你自己的信托，但是信托就可以变成你的雇主，你个人就是可以是雇员。但是你之前是没有做这样的这个雇佣关系，你现在千万不要去做，因为你现在去做，有可能就会被税务局做审查，有可能你就不会满足，因为他觉得你现在把做成一个雇佣关系，你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拿到这个 Job Keeper 的补贴。我后面会专门讲一下这个注意事项，好吧？对于有限公司也是同样的道理，你只能选择一位董事或者股东去申请这个 Job Keeper 补贴，比如像这个1500澳元的每2周的补贴。但是同样的，如果你的是董事或者股东，然后平时都是作为一个雇员拿工资的，那你可能会申请的人就会更多，因为只要是这个人是在公司里面去拿工资。但是如果公司里面所有的董事或者股东都没有去拿工资，只是拿分红，那你只能选择一位董事或者股东去拿这个补贴，好吧？这就是关于自雇的一些拿 Job Keeper 补贴的一些详情，希望对大家有帮助。然后我刚刚说了，企业拿这个 Job Keeper 的时候有几个注意事项因为我们现在是4月份，那你现在很多人在说，我现在就得把这个钱付给这个雇员，我现在的现金流都短缺，那我什么时候能拿到？企业是只有在5月份的第1周可能才能拿到，就是你现在要做这个注册再做声明，5月份才，所以会有现金流的这个问题，所以大家得注意。那
税务局在还有财务部长有公布，如果企业对现金流需要帮助，他们可以找银行去做一些那种短期贷款，因为你5月份就可以拿到这个1500澳元，好吧？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就是说，如果雇主觉得是自己符合条件的，但是到后面你发现你不符合条件，或者你做了一些错误的声明。为什么错误声明？就是说你可能预估你比如像4月份到6月份的收入会下降30%，比去年的同期，但是你其实是没有下降，最后审核完了以后你不符合条件，那政府有权利把这个所有你之前拿的这个补贴退回。因为一般的话就是说你是先付了员工工资你才拿补贴，拿完补贴以后，最后你用的这个4月份到6月份的，打个比方4月份到6月份你作为一个测试的一个时间，如果你这个时间不满足，最后你做出来的季度报表也没有满足，那你这个津贴就有可能会退回，甚至可能会有利息或者罚款，所以大家得注意一下这一点。好，第3点的话就是说，如果有些企业是利用任何的手段，那什么手段？就是故意降低收入，因为这个降低收入就是这个收入下降到30%或者以上，这是最主要的一个标准。如果你故意做了一些手段的话，然后去满足他的这个补贴的这个要求，或者忽然让这个补贴的这个要求的话，就是你拿到的津贴增高，你可能如果税务局以后做这个审计的时候，你都将失去你拿这个补贴的资格，然后你可能要把所有的补贴都要退回去，所以大家需要注意这一点。然后另外的话，我结合一下，就是说也有很多人在问我关于之前我做了一个840亿的这个补贴，说之前不是有一个2万到10万的现金补助吗？那这2个 JobKeeper 的补贴可以同时拿吗？这个我可以跟大家确定，这个企业如果满足这2个条件的话，这2个补助大家都是可以拿的。然后我这个应该是在澳洲麦克讲税法的第67期也会讲到。在符合条件的雇员就是有些人的话，现在已经去申请了 Job Seeker 然后呢，现在突然发现自己也满足 Job Keeper 那怎么去选择？那你一定只能选择一个来去领取你拿了 Job Keeper 你就不能拿 Job Seeker， 你拿了 Job Seeker 就不能拿 Job Keeper。好吧，然后呢？但一般来说的话，如果雇主愿意帮你去拿的话 ，JobKeeper 应该是对大家是拿钱拿的比较多的，所以一定要回去跟你的雇主去商量一下，看他是否愿意帮你去拿这个钱，啊。然后另外最后一条，我要跟大家说的就是说，如果你现在是有学徒工然后呢？你在学徒工，他其实也是给了蛮多的一些补助，我在840亿也有说了。但是要强调说，如果你有雇佣学徒工的企业收到了 JobKeeper 的补贴了在2020年的4月1日以后你就将会失去这个50%学徒工的工资补助所以你得看一下你到底得选择哪一个对你是最好的。OK， 那今天的话就是跟他讲的这个 JobKeeper 的补贴。后来后面的话，我今天在讲的时候发现有一个商业物业的一个租金缓解，是我觉得是对大家很有帮助。什么样的人？就是说你作为一个企业，你现在有租用这个别人的这个商业物业。然后呢，因为疫情的原因，你的这个企业的租金你的营业额受到了很大的影响，那你的租金还得交那么多的钱。那联邦政府出了一个就是说一个法定的行为准则然后呢，帮助雇主和雇员去协商你们的之间的这个租金的关系，我觉得是对于租客来说是很大的一个帮助，但是呢，也需要每个州再去同意和落实才可以。但是呢，现在很多人我已经在用这个法定的行为准则跟自己的房东在谈了。那很多人可能还不太理解，所以我在这边简单跟大家讲一下那什么样的企业可以享受这个福利呢？第一个的话就是说，你的租用的商业物业是零售业、是办公室或者是工业的。这种中小型企业，那中小型企业是什么呢？就是你的年收入是低于
5000万澳元，并且的话，你是可以领取这个政府给的 JobKeeper 的补贴的这个项目。好，那你满足这些条件，你可能才满足这个跟房东谈的这个条件。那这个缓解是怎么样工作的呢？我给大家讲一下哈，就是说你符合条件的租客可以按营业收入下降的比例得到缓解。OK， 我们用2个比喻跟大家说，我们假设的 A 企业因为疫情的原因收入减少了30%，那 A 企业的租金如果平时是1万澳元，那你的缓解的这个程度就是30%的你这个房租，也就是大概3000澳币。那这个30%也分了2个部分。第一个部分的话就是1500澳元，就是50%的30%，也就是15%的租金可以减免。减免的意思是什么？你就是不用去交了。那剩下的部分就是可能另外的1500澳元，那租客可以用最少24个月的时间分期付款给房东，就大大的降低了，就是减少了这个就是租客的这个就是负担。好，然后呢？但是如果你的房租是还剩了大概3年的时间，你就可以按照3年的期限来分期付款给你的房东。那另外的剩余的70%怎么办？你还是得照常支付。那我们用第2个例子来说一下，假设 B 企业如果因为疫情的影响，它的收入是大大的降低了，就是降低了100%，也就是它是关门了，就是没有收入了。那它每个企业的每个月的这个租金也是1万澳元，那它的缓解就是得到了100%的房租缓解，也就是说它还需要去支付的房租就为0。好，就需要现在支付的就为0。好，那这个100%的缓解也分了2个部分。第一部分的话就是50%的100%，好，也就是说这个大概是5000澳元。啊，在这个法定的这个行为标准里面是说，租客可以至少就协商50%的缓解，也就是说，你如果能谈到60%。好，你也是可以的，也就是大概是6000澳元的租金你可以减免。但我们在这个案例的话，就是最基本的这个50%来缓解，那也就是5000澳元的话，你这个租金是可以不用付的。那剩下的一部分的话，在我们这个案例就还剩5000澳元。同样的，租客可以用至少24个月的这个时间来分期付款的形式给你的这个房东，这样的话。就大大的就是帮助了租客这一边，就是减少他的这个压力，也是缓解了他所有的这些所有他经营的状况。这样的话，他有更多的现金流，可以是说看以后的话能不能继续经营。好吧，那这期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如果你觉得这期的视频对你的朋友或者是家人也会觉得感兴趣，也别忘了分享给他们。谢谢，感谢您的收看。请您关注本期要点和下期预览。澳洲麦克讲税法节目每周将会频繁更新，经验丰富的会计师麦克将为您介绍最新最快的澳洲税务信息，和您的生活、工作、生意息息相关，可千万不要错过哦。如果您有任何澳洲税务问题，请用手机扫一扫左侧的微信2维码与我们联系。你也可以拨打澳洲税务咨询热线871202384和海外税务咨询热线+61871202384。感谢您的关注，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一定要订阅我们的频道哟。我们下期再见。